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高田小说社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新故事。因为没有一大早起来给婆家一大家子做早饭，老公一怒之下将怀孕的我扔在了高速公路上，零下20度，深夜，偏僻的盘山路段，前后都没车，我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沿着高速最边缘走着，走了足足2个小时，才看到停在路边的车。老公好整以暇地斜靠在副驾车门外，嘴里叼着烟，一脸得意地看着狼狈不堪的我。林书义，你知错了吗？想上车就低下头，错过我的车，你就走到死吧。说着潇洒地把烟头弹出到路基外。我低下了头，知道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犯错了。不过你扔的烟头着火了，回赵城老家祭祖，一进他家，婆婆脸色就不对劲儿。我礼貌地打招呼，她没理我，咣当一声把一桶猪食摔放在地上。我用眼神问赵成怎么回事儿，他一边帮我脱羽绒服，一边凑在我耳边说：“估计是打牌输了，心情不好，看在我的面子上忍一忍。”我能忍，可婆婆不能。她对着赵成吼道：“衣服都要你脱，你是她的奴才吗？牛车我都找好了，非要4个轮子才肯来，你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？”我这才明白，婆婆生气不是因为打牌输了，是不满意我们租车回来，给我脸色看呢。到他们家下了高铁，还要汽车转牛车好几个小时，我怀孕十分疲累，赵成便果断租了车自驾。我听到婆婆在电话里尖声数落她浪费，我有点不安。赵成是一父子，婆婆一手把他拉扯大，母子感情甚笃，可她笑着让我别担心，为了我们娘俩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我以为租车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没想到婆婆憋着劲儿等在这里想收拾我。我俩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冲突。来这里之前，赵成说到他家，万事由他来处理，我就没吭声，想看看他到底怎么处理。赵成笑嘻嘻地说：“娘，小姨孕反严重，这车呀，不是为他租的，是为了你孙子租的，你就不心疼你孙子呀？”婆婆听了，声音小了下来：“你老娘几十年都能步行走回家，偏偏她不行，娇气的咧。”我奇怪地看了赵成一眼，怎么就知道是孙子不是孙女呢？他促狭地冲我眨眨眼，小声说：“我哄她呢，我妈带大我不容易，你当没听见。虽然她是和稀泥，但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就待3天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我忍着气，脱掉了外衣，刚想找个地方坐一下，婆婆3白眼一下子就盯住了我的肚子，看了一下，又看了一下，突然指着我的鼻子发火了：“成子，你不说怀的是男娃吗？她肚子里咋是个女娃？这祭祖多丢人！”那脸眼瞅着阴了下来，像要刮12级台风。我听了很不爽，但还是语气和缓地说：“男孩女孩其实都一样，健康就好。现在社会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男女没什么区别的。”婆婆听了立即垮下张脸：“生不出男娃才会这么说，生个女娃，成子祭祖都站在最后，族里年饭都没资格上桌，都是你害的，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避避？”我顿时恼火了，我看向赵成，我想着他是孩子爸爸，我们也有多年感情，他怎么都会维护我和宝宝吧？可没想到赵成根本不看我，他盯着婆婆，狠狠咽了口唾沫，说起了土话。他们以为我听不懂，其实我早就能懂个七七八八了。赵成说：“娘，你不会看错了吧？怎么会是女娃呢？我找医院的人看过了，说是男娃的。我是看她怀了男娃，才带她回来的。”婆婆嘴一撇：“咱村怀孕的大姑娘小媳妇，你娘我几十年就没看错过。你看她那肚子，哪里会是儿子？”赵成低着头若有所思，我心里凉了半截。我从来不知道他心里只想生儿子，更不知道他还去找过医生看过胎儿性别。原来他之前跟我说生男生女都一样，是因为他看过了性别，以为是男孩，所以才在我面前说好听的话。更让我心冷的是，以前他说回老家路途颠簸，条件又差，所以不用我陪他回老家。我还很庆幸自己找了个体贴的老公，原来不是心疼我，
是嫌我没怀男孩。我一时心冷的说不出话来，婆婆就一直对着我输出：女儿都是赔钱货，你爹妈没积德，你才生不出儿子，生女儿的媳妇还不如母猪，下个猪崽还能卖钱。那话是越来越难听了，我真是忍无可忍。你也生过女儿，那你也不如猪嘛。再说了，好多国家元首都是女的，你们村哪个男的比他们强吗？婆婆声音一下子尖了几分。你也知道那是外国了，真是绵羊放着山羊屁，整那些骚气又洋气的事儿。我就说在咱们村不生儿子就是没用的货色，我气得浑身哆嗦。这个情形，不说大粗话气势上不去，说大粗话我又说不出口，讲理又讲不明白。我一口气憋住，使劲拉了赵成一下。赵成，我郑重地跟你说，如果你们家人不接受我或者我肚子里的孩子，那没问题，我走就是了。你们若想变着法子折辱我，我不保证能干出什么事儿来。赵成知道我的脾气，想了一下，便去跟婆婆说，让我先去放下行李休息一下。她还是想和稀泥躲过冲突，可婆婆一听要让我休息，顿时更火了。谁家媳妇回婆家不是立即下地干活，怀个娃娇气什么？还是个赔钱货，休息她配吗？说着，把那猪食往我跟前一对，让我去喂猪。我看着那桶泔水，飘散着发酵了的臭味，差点吐了出来。我捂着鼻子，我不会喂猪，男娃子不会生，猪也不会喂，娶你做什么？娶你当摆什么？正好赵成堂哥来找他，赵成赶紧就要走。我冷眼看着他都要出院子了，才出声喊住他：赵成，你听没听到你妈说什么？她不情愿地回过头，不就是喂一下猪吗？你就当是为我做的吧。你知道那桶猪食有多重吗？你让我怀着孕拎去喂猪，那桶猪食看起来怎么都得有30-40斤，即使没怀孕，我也拎不动。赵成不在意道：哎呀，你不用担心怀孕，我们村里有个说法，怀儿子的才要保，怀女儿的打都打不掉。婆婆在旁边添油加醋，生橙子那天我还在刨地，我生的还是男娃，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的？骗你怀个赔钱货，还娇贵的不行。我听了很想拔腿就走，可这是赵成家，我们回来租的车子，一进村子就给了他亲戚开走了。现在即使赵成家不阻拦，我凭双腿也不可能走出去。我没看婆婆，只是冷冷地问赵成：赵成，真要我去喂猪吗？我心里的怒火已经顶到天灵盖了。看我不妥协，他们娘俩用土话又开始嘀咕了。婆婆说我都怀了娃了，也不会离婚，得趁早给我立规矩。赵成说这个时候对我还不能太厉害，现在的女人心狠，这时候还是有可能会打掉孩子跑了，跑了再找媳妇得要彩礼，也很难找到我家条件那么好的，让婆婆再忍几天。俩人嘀咕完，她转身小声哄我说：放心吧，我吓唬了我妈一顿，说要是把你气跑了，再找不到你条件这么好的了，她不敢再为难你了。你别生气了，你是我老婆，生气了我心疼。她那桃花眼里满是深情，男人呐，伪装深情真是太容易了。如果我不懂那些土话，真就信了。可我即使知道了他的真面目，现在的情形也无计可施。我现在怀着宝宝，硬刚会吃亏，回去又没条件，想通知我爸妈，他们离这里3-4千公里，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又不敢让他们着急担心。我终于明白了那句古训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我在心里祈求赶紧挨过这3天。赵成跟婆婆使了个眼色说，让小易收拾一下我俩行李，你看行李也怪乱的。婆婆用土话骂道：就你媳妇金贵，她是下面镶金边了吗？把你迷成这样，哪个女人关了灯不都是一个样？她跟了你，还有谁能要她？你瞎害怕什么？说完就骂骂咧咧，自己拎着猪食桶出去了。到底是听了他儿子的，没有强行让我去喂猪，可他那话听得我满脸通红。赵成看婆婆走了，又哄我说：妈没文化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再说，不是还有我护着你吗？我忍着浑身寒意低下头，装作信了他。
我还没找到回去的办法，不能撕破脸。把我送进房间后，他说堂哥还等着他，先出去一下。临出门，他忽然又若有所思地盯着我肚子问我：“你怀孕快18周了吧？还差2天。”我说：“那你能感觉到宝宝踢你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他略烦躁地挠了挠头。一般这个时候不是都能感觉到胎动了吗？他突然这么一问，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帖子。刚结婚时，我曾经看到一个帖子，问男人装作对女人好，会装到什么时候？有人说会装到第一次睡，有人说会装到结婚，有人说会装到怀孕。我跟赵成吐槽，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人，就是怀了孩子也会打掉离婚。他搂着我说，那些都是傻瓜，自己的老婆疼都来不及，还舍得算计。我还想着自己很幸运，得遇良人。后来我看到了一个匿名回复，楼上的都太蠢了，至少要装到孕中期胎动后，母子才算建立了感情。流产对母体伤害又大，那时女人死都不舍得打掉孩子，还不任由你拿捏。刚想到这里，小腹像蝴蝶翅膀扇过似的轻微颤动了一下。我知道那是胎动，可我不能说。我回道，胎动有时早有时晚，不一定的。他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出去了。我忍不住出了一身冷汗，忽然想起当时赵成看我刷回了那个帖子，笑得很尴尬。我竟从没怀疑过他为什么尴尬。我赶紧把那个帖子又翻了出来，我竟从没留意过那个回帖的人。IP 显示正是赵成老家的属地。再看回复日期，那个时候他正好说有事回了趟老家，时间地点都对得上。再加上刚才他说的话，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我觉得那个回复者一定是赵成。明天宝宝就满18周了，我隐隐有不好的预感。离他们家祭祖还有2天，我期盼着能赶紧熬过这2天，平安的回去。这一天舟车劳顿，加上心事重重，我辗转反侧了很久，终于沉沉睡了过去。赵成什么时候回来的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做了个噩梦。我在赵成家的后山迷路了，很浓的雾，雾里藏着一个可怕的猛兽，头尾都看不清，但一双红色眼睛赤裸裸地盯着我，好像我是它的食物。我吓得想喊，可是喊不出声音。我想跑，可是怎么抬腿都跑不动。那东西一下子窜过来，张开大口就咬我的肚皮，我一下子就吓醒了。一睁眼，赵成正坐在我旁边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手就放在我的肚皮上。你干什么？我一惊，赶紧打掉他的手，护住了肚子。你看，有胎动了。他说的笃定，笑得诡异。我一阵紧张，装作若无其事地翻了个身说，那是我肠蠕动吧？你看错了，不可能看错，肯定是胎动，动了4次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他太兴奋了，搓着手在地上来回踱了好几遍才上床。我提心吊胆地坚持到他打呼噜了，才又睡了过去。感觉刚睡了一会儿，就又被他叫醒了。一看窗外还黑漆漆的，这么早叫我做什么？我问。不早了，该起来做早饭了。他说，赵成，你有没搞错？你自己听听，连大公鸡都没打鸣，你让我起来做饭？我们家的媳妇都是要一早起床给全家做早饭的。今天我3个叔伯家和2个姑姑家的人都会过来，他们来之前要把早饭准备好。我艰难地翻了个身，昨天长途奔波劳累，受的刺激又太大，小腹隐隐作痛，我怕胎儿有意外，于是便说，我肚子有点痛，而且实在没力气了。那么多人来，让他们做吧。赵成一脚踹到我的小腿，林书义，你搞清楚，这是在我家，难道你让我妈一个长辈煮饭给你吃？入乡随俗，你懂不懂？我媳妇不做饭是打我的脸，你知不知道？听着他阴狠的话，我又难过又气愤。赵成，你上有叔婶，下有弟妹，个个身强力壮，为什么非要让我干？你要是过意不去，那你就去煮吧。我话音刚落，卧室门砰一下被踹开了。小婊子，惯你的毛病，这都几点了？我儿让你做个早饭，你还不乐意，我也不忍了。我是你儿媳妇，你说我是小婊子，你这是骂你儿子呢？你还敢顶嘴？
他一边说，一边上前一步扬起巴掌。我伸出胳膊挡了一下，他一下子躺在地上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道：“我不活了！我好不容易熬成婆婆了，还要挨刚进门的媳妇打，赵成你个孬种！你就看你媳妇欺负你妈妈，到底是谁打谁？”我一急，眼泪控制不住也流了下来。以前我一哭，赵成就急得不行来哄，可是这一次，我怎么都想不到，他一掌扇了过来。你有什么脸哭？我妈养我这么大，你算老几？你凭什么跟她吼？你还敢跟她动手？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傻愣愣地看着赵成，他那脸变形扭曲着，就像五官组合错位了一样。我怎么看都觉得不认识这个人。他笔直地向我伸出手指头，差点就捅到了我脸上。快去给妈道歉！婆婆还躺在地上干嚎。赵成伸手就将我从床上拖到了地上。我妈还在地上，你还想在床上？赶紧道歉！我摔在地上，肚子一阵疼痛，我捂住肚子说不出话。落在赵成眼里，这等于是无声的反抗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“林书义，你要想顺利生下孩子，就好好想想该怎么表现。”他像野兽一样喘着粗气，眼睛盯着我已经凸起的小腹，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好像我不道歉，他就要亲手除掉孩子一样。终究，我还是害怕了。我颤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婆婆不好了。”但也不起来。赵成，大声点道歉也要有诚意。我大吼一声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！”眼泪刷一下又流了出来。我确实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为什么会嫁给他呢？我不是不知道他们村子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凭什么以为他和他们村子里的人会不一样呢？明明他土生土长就是这里的人，就算是披了文化的外皮，骨子里和他们还是一模一样的。果然，男人得到他的原生家庭里，才能真正认识他是什么样子的人。没回他们村子里，他还没有能力控制我，客观条件暂时压制住了他的劣根性。一回到他们村子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我肚子一抽一抽的痛，可赵成礼都没理我，去扶婆婆。娘，她道歉了，你消消气。哼，打了我，上下嘴皮一碰，说声对不起就行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等你叔伯姑姑他们来了再说。婆婆一咕噜翻个身就站起来出去了。赵成对我说：“收拾一下，赶紧出去做饭。”我抬眼看着他，赵成，你真不怕这个孩子没了吗？我赌赵成还舍不得舍弃和我结婚所能获得的利益。果然他犹豫了，脸色像鬼一样难看。不用你做早饭了，你在床上躺尸吧。说着转头就出去了。一会儿外面又传来婆婆的咒骂声，说她为什么那么倒霉，娶了媳妇像娶了个祖宗，不知道侍候她，还要她侍候。她的骂声里，公鸡才开始啼鸣。赵成倒头又回来床上睡觉，睡得像头死猪。等不了2天了，我今天就要想法子离开。想了一会儿，终于让我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我偷偷打开赵成手机，拉出他通讯录里置顶却一句话不敢说的人，他严肃的上司王总。我把王总拉黑删了，然后我用微信双开多申请了一个微信号，用了王总的头像重新加了赵成，设置成朋友圈不可见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就装睡。7点多，赵成起了床，跟我说过会儿要赶紧出去接待客人，不要装病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他对我的反应很满意。等到8点，我发了一个信息：“小赵，9点到我办公室一下。”老总非工作时间破天荒给他发信息，让他一上班就去他办公室，这里可想象的空间可太大了。赵成看了一眼手机，呼吸都急促了。他们公司最近人事调动，涉及采买部门的主管，这个职位一直是王总的人。拿了这个职位，等于直接进入公司的核心层。我知道赵成一直垂涎这个职位，手机对话框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。赵成打打删删，好几分钟才发了信息：“好的，王总，我在老家，后天一早就去您办公室拜见您。”发完信息，他心神不宁地不停看手机，可是王总一直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个时候，什么都不说，就是一种态度。他算老几？
敢让王总等他2天，等到9点多。我听赵成给同事打电话，隐晦地打听总裁办是不是在开会。听说没开会，他更焦躁了。我听到她和婆婆一直在商量着，她想今天就走，可是婆婆不同意。她儿子讲的那些必须回去的重要性，她听不懂。她一直以为她儿子在大城市里是混得很厉害的人物，是能呼风唤雨的不得了的人物。明天才祭祀，他的好大儿走了多可惜。最后赵成说，反正今天叔伯们都到了，改成今天祭祖吧。赵成坚持，婆婆不得不同意，可气得嘴都歪了。你说是不是那个小贱人撺掇你回去的？不是，确实是我回公司有重要事情。你还帮着他说话。赵成越说不是因为我，婆婆莫名就越觉得是我挑唆的。我心里暗想，婆婆这个不省油的灯，肯定还要对我作妖，我得赶紧走。过了一会儿，赵成发信息：王总，我今天从老家走，明天中午就能到您办公室，您看可以吗？我算了一下，他这是打算下午祭祖后就出发，自驾回去。他想着祭祖升职2不误，想得可真美。我非得让他2头空。过了半小时，王总回复：你先忙你的吧。赵成一看到信息，脸色铁青，他一咬牙回复：王总，我不忙，我现在正准备出发呢，明天一早就能到。5分钟后，王总回复：好。赵成顿时像打了鸡血，你把行李收拾好，过会儿咱们就出发。我装作不解，怎么这么早回去？不是明天才祭祖吗？公司有事儿，你不用管那么多，赶紧收拾行李。说着他就出门去把车开回来。他让我一起把部分行李先搬到车上去。羊肠小道，车只能停在离他家快500米远的地方。我累得气喘吁吁。赵成说，过会儿我妈可能对你发点小脾气，你忍着点，让你做什么你就照做，让我妈顺气儿，我们才能顺利的走。你要知道，你老公回去就要成为公司核心了。我装作激动道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老公你太厉害了，让我做什么都配合。赵成被我夸得很是受用，根本没怀疑我有什么不对。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婆婆发的小脾气有那么大。我一开门，婆婆正和一群人在土炕上盘着腿嗑着瓜子聊着天。我进门，婆婆屁股都没抬，白了我一眼，没吭声。赵成捅了我一下，快去给妈磕头。满炕的人一起转头看我，我愣了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这边媳妇离开老家要给公婆磕头，亲戚们都在，你别让妈下不来台。我狐疑地看着赵成，真有这个传统吗？地面上散乱着好几双鞋子，真磕头连块清净地方都没有，怎么都不像是有磕头传统的样子。而且那鞋子的臭味，我站着闻都只想吐。现在要我跪在一堆臭鞋里磕头，还要一堆人围观。我站着没动。赵成小声说，刚才跟你说的，你都忘了，得让妈把气顺了。明白了，不是什么传统，是婆婆从早上就开始的气攒到现在了，非得撒到我身上了。旁边几个嗑瓜子的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城里的不是看不起我们吧？说白了就是爹妈没教好，没有规矩。程子娘呀，我看你也别指望媳妇磕头了。婆婆脸阴得像挂了红色风球，我是没有福气，让你娇滴滴的老婆给我这个婆婆磕头啊！赵成转向我，你先跪下再说。我脑袋轰然一声，浑身僵在那里动弹不得。他看我没反应，又附耳道，你要是不能让我妈顺气，今天我要是走不了，你那孩子就生不了。我吃惊地看着他，深吸一口气，才冷静了下来。他该是真以为孩子有了胎动，母亲就可以任意拿捏了吧？我指了指满地的鞋子，问赵成：“这怎么磕？”他错会我的意，解释说：“你就磕3个头，叫声妈，说2句吉祥话，妈让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就行了。”这话听了可够上头的。我故意追问：“那他不让我站起来呢？你就再多说2句好话，他高兴了，不就让你起来了吗？你的意思
就是让我磕头，妈不高兴我就得一直跪着，让你跪你就跪，怎么那么啰嗦？赵成说着，声音不自觉地高了几分。环视四周，所有人都对我虎视眈眈的。我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爽快地说：“入乡随俗，给长辈磕头是应该的。”赵成脸色这才好了点，婆婆脸上也浮上了一丝得意。炕上的其他人都打算下炕了，偏偏婆婆扬起下巴阻止说：“别动，你们都是他长辈，都受得起他拜。”那些人一听，赶紧又坐回了炕上。我看着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副很爽的样子，等着我给他们磕头。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都是长辈，都受得起。老公，你先去给我找块红布条。”“干什么？你去找来就是了。按我家习俗，找来才能磕头。”婆婆不耐烦地从炕边笸箩里找了一条红布条。“磕个头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干这个干那个，把你能的！”我把红布条往脑门一系，就对大家说：“我这真是为你们好的。老公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见过我磕头了吗？”赵成一顿：“是没见过。”我慢悠悠地说：“小时候算命的说我命硬，一般人受不住我磕头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给死人磕过头。算命的说我用红布罩住天庭，或者可以减轻煞气，所以我是为你们好才找红布的。毕竟我不想祭祖还没开始，先克几条人命。”我话刚说完，炕上的人脸色都变了。“橙子妈，我想起来猪还没喂呢，我先去看看猪了。灶头是不是还烧饭呢？我得去看看。别胡了。”我就知道这些人对这种事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，但他们想走怎么能行？他们那么喜欢别人磕头，我可是说了要成全他们的。我堵住门口，热情劝阻道：“哎呀，别着急呀，稍等等呀，我磕头就一会儿功夫，不耽误你们那些事儿的。”我越劝阻，他们越想溜，可我是孕妇，堵在门口，他们也不敢对我动粗。最后这些人不得不对我假惺惺的鞠躬作揖说好话。我也站累了，稍微侧一侧身，他们嗖一下就出去了。转眼就剩了赵成和婆婆了。“小易，你命硬是真的吗？”赵成紧张地问。我笑着说：“什么真的？肯定是假的呀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只想给妈磕头。来，妈，您坐好，我这就给您磕3个。”说着，我做事就要下跪。婆婆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就跳下了炕。我说：“哎呀，妈可算屁股挪了个地方，我刚才还一直担心炕头太热，粘上去了，还好没事儿。”婆婆还不服气，阴阳怪气地说着土话。我对赵成说：“看来妈对我还是不满意，我真不是命硬，这头还是得磕。”我越说我命不硬，婆婆越躲，我偏偏上赶着非凑到婆婆跟前还要磕。婆婆估计没碰到我这样的，气得脸煞白，跺了一下脚，飞快地逃出了门，时速目测能达到20公里。嘿，就是这个劲儿才爽。赵成讪讪地说：“那个，你怀着孩子，妈说不用磕头就不用磕头了。”我笑嘻嘻地问：“你不会真以为我命硬吧？”赵成眼神闪躲了一下，我怎么会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呢？我笑了笑，说不定是真的哟。赵成的脸色变了又变，终究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。呵呵，还想拿捏我，想让我不爽，想无事生非让我委屈，那就好好想去吧。饭都做好了，赵成也没吃，就带着我准备出发了。想想觉得真可笑，当初他要求我一起回家祭祖，我怕怀孕不能适应长途奔波，他把我一起回来祭祖的重要性说得跟生死差不多一样了。现在不过是老总几条信息，甚至什么具体内容都没讲，祭祖都可以不管了。男人啊，提那些让你为难的要求，不是真的觉得你重要，而恰恰是觉得你不够重要。婆婆一直送到车边，紧紧抱着赵成，哭得满脸鼻涕眼泪。这个紧的程度，在这个村子的环境里，真有几分惊世骇俗，可都与我无关了。这辈子我不会再来这里了。车子开走了，婆婆还追着车跑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多骂我几句。为了赶路，赵成一直不进服务区，红牛、咖啡、可乐轮流灌，上厕所就在路边。夜色深了，
前面是高速公路的盘山路段，这种路段即使白天车行驶都要很小心，夜里根本没车会冒险去走的。我说要不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吧，他不耐烦道：“不要啰嗦，半夜11点。”车子前盖突然开始冒白烟，水箱沸腾了。赵成恼火地骂了一句，下车打开引擎盖。他在那里鼓捣，我又累又困，迷迷糊糊，好像婆婆给他打手机，又数落我什么。我没在意，反正我离他那么远了，当他不存在。我在座位上睡着了，也不知多久，突然一阵冷风袭来，副驾的门被打开了。赵成特别恼火地说：“你真是丧门星，生男孩不行，做个早饭也不行，带着你就没有一件顺利的事，你给我滚下来！”我从睡梦中被惊醒，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。我牢牢抓住门边，赵成，这么冷，前后没有车，也没有服务区，我下去会冻死的。可是他像疯了一样把我拖下去。你好好想想你自己错在哪里吧。-20度，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黑暗中，耳边只剩下风声和远处不知名的野兽低号。我裹紧单薄的外套，小腹隐隐作痛。我不敢走太快，只能沿着公路最边缘一步一步往前挪。走了半小时，我的腿已经麻木，手指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，呼吸也变得艰难。可我不能停，停下来就是死。我足足走了2个小时，看到了赵成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，引擎没熄火，打着双闪。林书义，你现在知错了吗？错过我的车，你就走到死吧。想上车就要学会低头。我低下了头，知道我错了。以后还敢不听我的吗？不会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犯这种错了。他似乎很满意我的表现，潇洒地把烟头弹出到路基外，故意羞辱我，说什么太小声我听不到。于是我大声喊道：“傻逼，你那烟头着火了！”赵成一愣，赶紧趴在栏杆上向路基外四处张望，全是雪地，一个烟头着什么火？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可是我已经冲进了驾驶室，一下子给全车落了锁。他猛拉车门拉不开，眼里像要冒出火星子。林书义，你想干什么？他哐哐砸着车门，气急败坏地咆哮着，刚才潇洒的样子是一点都没了。我好整以暇地回道：“想干什么你不知道？我刚才不是说了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犯错了吗？当然是知错就改呀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握住方向盘，挂空档猛轰了几脚油门。寂静的旷野，声音格外刺激。赵成看出我的意图，手抓着后视镜大喊：“林书义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看我逮住你，不要了你的狗命！”他声音透着阴狠。这几天他对我很嚣张，我装作很怕他，他以为我真怕他，到了这个时候还想威胁我，真是傻批。他如我所愿输出了一堆狠话。很好，行车记录仪会记录下他的话，真是完美的证明了我把他抛在高速公路上的合理性。毕竟我作为一个孕妇，没什么能力反抗，不甩开他就会有生命危险。车子猛地冲了出去，轮胎摩擦地面翻起的尘土喷了赵成一脸。他这时恢复了点理智了，边追着车跑边喊：“我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能丢下我。”我看着副驾驶上躺着我的手机和他的手机，心里是前所未有的畅快，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微微发抖了。这次轮到你了。我有点激动，我开着车，不远不近地吊着他，不让他追上，也不让他彻底失去希望。我在后视镜上欣赏着他在寒风中艰难奔跑的样子，他的脸已经被冻得黑紫，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雾。林书义，我错了，你停下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像是随时会断掉。我笑了，车撞树上你知道拐了，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，晚了。我没理会，继续开着车。他跌倒再爬起，跌倒再爬起，跑了半个小时，看来求生欲望真不能小觑。我在后视镜看到他终于撑不住，彻底倒下，匍匐在地。我把车速降得更低，他跪在地上冲着车磕头。
我停下车，他艰难地爬到车旁，满怀希望地抬起头：“消气了吗？”那脸真是没眼看，鼻青脸肿不说，还鼻涕眼泪呼一脸。我忍着恶心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没说话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，喘息着，眼里满是哀求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我冷笑一声：“原谅？你配吗？你不说要弄死我吗？那都是开玩笑的。你让我上车吧。”他乞求道。我可分不出是不是玩笑，刚才我可是差点死了的，我一个孕妇可打不过你。说完，我一踩油门扬长而去。到后镜里，赵成慢慢地平躺在地上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畅快却也酸楚。明明几天前，我还幸福地畅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像谁，可惜了，我在高速上就叫了120，血流出来了。我在医院里醒来已经是第2天了，流产，2度冻伤，孩子没了。他一定是嫌弃自己有个畜生爹，就回去了。赵成被发现时已经昏迷了，他4度冻伤，双腿截肢，还失去了性功能。他妈来伺候他。我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他死活不肯。他说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他妈舔着脸说，他们不嫌弃我怀的是女娃。我把流产报告拍在他脸上，一看到流产报告，再看我不再凸起的小腹，赵成绝望了。他知道不可能赖上我了。我火上浇油道：“本来是发育很好的男宝宝，生生被你害死了。你倒是有脸活着。”赵成拿起报告一看，18周男婴。他像疯了一样对他妈破口大骂，要多脏有多脏，应该是短时间受刺激太多了，有点精神小伙的样子了。婆婆一听说是男婴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：“我的孙子啊，我的亲亲孙子啊！”一边哭一边狂扇自己耳光。呵呵，更改一下病历，写上18周男婴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有时候不是没脑子，只是真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不会用心机罢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2个，后悔得要死，在路边哭闹成一团。谁都没注意到轮椅慢慢滑动了，一辆大卡车呼啸而来。我转身离去，身后有人惊呼，可是我没回头。他们的好日子没了，我的好日子才刚开始。回头不是岸，向前才是。第1个故事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，接下来的故事会更加精彩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看吧。因为青梅的一句害怕打雷，何一鸣把患有夜盲症的我丢在山里。我看不清深夜的路，一不留神摔到山坡下。当我颤抖着手向何一鸣求助时，却发现他把聊天记录发到了朋友圈。青梅嘲笑道：“真是矫情，这不是还活着吗？”我冷眼看着他们的浓情蜜意，默默点了个赞。可到后来我离开时，何一鸣低声下气地求我复合，乞怜重获我的爱。我只能对他说：“何一鸣，你这个样子真的很矫情。”我忍受着腿上的剧痛，一瘸一拐地走到马路边打车。师傅，麻烦去一趟医院，越快越好。妹子，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我嘴角扯了一下。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了。天空下起了小雨，我看着窗外，仿佛看见自己刚刚摔下山坡狼狈的身影。何一鸣前几天说好了，周末带我来爬山，他在山上订了旅店。我也满心期待着这次约会。天色暗沉下来，何一鸣却接到宋晓的电话：“一鸣，快要打雷了。”我好害怕。女孩的抽泣断断续续。何一鸣犹豫了一瞬，还是道：“西月，公司里还有点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我还没应答，何一鸣就头也不回地把我丢在了半山腰。我患有夜盲症，在山路摸索前行时，一不小心滚到了山坡下。我颤抖着手给何一鸣打电话发消息，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。所幸山坡并不陡峭，但腿被划开一道1米长的伤疤，鲜血淋漓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好不容易拖着伤腿走到马路边，闻着医院的消毒水。我打开手机，何一鸣万年空白的朋友圈有了新的动态，一张是我和他的聊天记录，一张是我打了30多个电话的截图。宋晓第1个评论：“真是矫情，
这不是还活着吗？底下朋友附和，就是，不知道一鸣在陪宋晓吗？真是不知礼数。宋晓回复：哎呀，我和一鸣只是朋友，你们可不要乱说。我陈着眼看着他们的浓情蜜意，点了个赞。退出时，和一鸣的消息弹出来：西月，别闹，宋晓是刚来的实习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多担待一些。我看着满屏的绿色，讽刺地笑了笑。在我滚下山坡，自作多情地向他求助时，何一鸣却为了宋晓数落我。麻药进过了，腿上的伤口一抽一抽的疼，许是觉得语气重了。何一鸣又发来消息：西月，你还在山里的旅店吗？我今天晚上去接你。我没有回答他，筋疲力尽地走到家里，在黑暗中坐了许久。我和何一鸣大学就在一起了，毕业后又一起进入这家小公司。何一鸣推脱说公部关系会影响我们的工作，我也就顺从他。公司里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。宋晓入职后，经理让何一鸣带他。也是那时候，关于何一鸣和宋晓的谣言传得满天飞。何一鸣仿佛忘记了当初亲口对我说的话，我也因此吃了不少醋。何一鸣劝我，宋晓是刚来的实习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多担待一些。现在想想，哪有那么多借口，只不过他更偏向宋晓罢了。我定下心神，给主管打了电话：杨姐，我想好了，调去总部的名单，再加上我一个吧。哟，你可算是想通了。之前不是还说为了家庭，不愿意远调吗？杨姐调侃道。那些都是过去式了。我苦涩地笑笑。从前我觉得和爱的人在一起，什么事业都是其次的，只是现在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行，名字给你加上了，记得注意通知哈。何一鸣风尘仆仆地走进家，打开灯时吓了一跳。西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紧张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语无伦次起来。公司里事比较多，你也知道，我也是抽不开身子。没事，我又不怪你。你的腿怎么伤成这样？要不然我给你。何一鸣心虚的不敢看我，后退几步，撞到了衣帽架上，正好停在那件陌生的蕾丝内衣上。何一鸣一慌，西月，这是……我看着他绞尽脑汁想借口的样子，不由得好笑，主动解围道：家里的阿姨真是粗心，自己的衣服都忘记拿走了。何一鸣神色一松：是啊，我下次得好好说他。我和何一鸣工作忙，就去家政公司雇了一个阿姨做饭打扫，只不过他早就忘了，因为他偶尔抱怨的一句：那个阿姨毛手毛脚的，我的西服皱巴巴的，让我怎么出去开会，所以我默默解雇了他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我，对家务事亲力亲为。西月，我买了你最喜欢的栗子糕，你来尝尝。何一鸣赔罪一样捧上来，我扫了眼干巴巴的栗子糕，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勺子。这糕点腻得我鼻子酸酸的，许是因为这件事。后半晚，我们之间的气氛僵持下来，雨下得更大了。我起床关上窗户，回头见何一鸣痛苦地捂住心口。西月，我疼。我熟练地摸出抽屉的药，给何一鸣服下，然后静静地看着他逐渐平缓的神色。何一鸣的心悸算是应激反应。那天也是暴雨天气，我们下班回家，没想到遇到了车祸。情急之下，我紧紧护住何一鸣，结果自己被送进了急救室，眼部神经也遭到重创，夜盲症就是那个时候的后遗症。我醒来时，何一鸣红着眼站在床边，头发也是乱糟糟的。你说你傻不傻？自己的安全都不顾了。我笑着看向他，对我来说，你是最重要的。不知多少个深夜，何一鸣总是会在噩梦中惊醒，然后紧紧抱住我，哽咽道：西月，我又梦到那一天了。雷雨天时，他的心也会抽疼。可是宋晓说一声害怕打雷，何一鸣就不管不顾的去了，什么心悸，什么害怕都没有了。床边，何一鸣的手机亮起来。何一鸣，要不是你赶来，我就要被雷声吓死了。作为奖励，本小姐明天中午请你吃饭。我拿起手机，翻了翻他们的聊天记录，
最早的时候是1年前，宋晓被分配到何一鸣手底下。刚开始是公事公办的语气，到后来两人熟悉起来，闲聊分享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何一鸣多了许多欢快的表情包。问起时，他也只是噙着无奈的笑意。新来的实习生什么都不会，总是要我帮忙。再后来，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一鸣，你看，今天的烟花真的好漂亮。原来我过生日时，何一鸣借口公司有事，陪宋晓去看烟花秀，肚子又不舒服，想吃你做的菜。原来那天我凌晨加班，胃出血急发时，何一鸣拿着亲手做的菜，哄着痛经的宋晓。天边炸起一声惊雷，划亮我带着泪痕的脸庞。我也闹过不少次，但何一鸣总是不以为意。西月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不要这么苛责。我心里发胀，也忘记告诉他，宋晓的年龄和我一样大。何一鸣眉头紧皱着，无意识地呢喃着：何一鸣，你是担心被丢在山坡上的我，还是害怕雷声的宋晓呢？我一夜未眠，整张脸显得格外憔悴。何一鸣倒是神清气爽，洗漱后走进厨房：老婆，早餐呢？你出去吃吧。我昨天有些累了，起晚了。那我那件开会要穿的西服，不知道，你自己找找吧。何一鸣察觉到不对劲，连忙抱着我，语气紧张：老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因为昨晚的事？他委屈巴巴地解释：你也知道，年底了事情多，我忙碌起来才会有升职的机会。老婆，何一鸣眼里绽出亮光，摸着我手上的戒指，等到我有钱了，我给你买一个更大的钻戒。我手上的素戒是何一鸣亲手雕刻的，内圈还歪歪曲曲地刻着姓名首字母。嘿，那是我们初入职场，满怀志向却屡次碰壁。发工资那一天，何一鸣拿着3000块钱请我吃火锅，扭捏地递给我一颗素戒。谭希月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钱，但是以后我会给你更好的。那时候的何一鸣虽然贫穷，但眼里的星光比身后的万家灯火还要耀眼。可是物是人非，我们都走散了，我也无心和他争辩。好了，再不走上班就要迟到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何一鸣都是开车把我送到岔路口，然后我步行到公司。一来到工位，同事就开始窃窃私语：哎，我看呐，今天宋晓又是坐何一鸣的车来的。一边有人附和：就是，我看咱们不久后就能吃喜糖了。话音一落，宋晓就挽着何一鸣的手臂走进来。路过我旁边时，他装作不在意地把车吊坠甩在我桌上。一鸣说了，他不喜欢车里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个吊坠是我亲手编织的。何一鸣挂上它时还在傻笑，说每次看见它就会想到我。宋晓轻蔑一笑：也是不值钱的东西，就扔了吧。午休时，我难得去了公司旁边的咖啡馆，那个车吊坠被我一剪刀绞碎。宋晓说的对，不值钱的东西和感情，全部都应该割舍。揉揉昏沉的额头，我刚要起身回公司，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何一鸣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和他分手？宋晓撒娇地抱住何一鸣的胳膊，惹得何一鸣软下声音：提他干什么？小小，我最喜欢的不还是你？我叹了一口气，准备忽略时，宋晓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：希月姐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也都怪我，要不是那天我让何一鸣陪着我，也不至于让你伤成这样，是吗？那就祝你们幸福。我嘴角上扬，宋晓却脚一滑，滚烫的咖啡瞬间泼在衣服上，疼得宋晓眼里都冒出了泪花。还没等我做出反应，远处的何一鸣就冲过来：谭希月，你在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他就揪住我的衣领，把我狠狠推向桌角。我腿上的伤口还没好，磕在尖锐处，钻心的疼痛袭来。我都说了，小小还小，你什么事不能让着点他，非要在公司面前给我丢脸。宋晓眼角一红，扯住何一鸣的衣角：我没事的，希月姐就是不高兴，我不出现在她面前就好了。何一鸣彻底慌了，紧张地捧着宋晓的脸：没事的，小小，
你还有我。他扭头看过来，眼神冰冷。谭希月，这里不是你无理取闹的地方，滚！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咖啡厅的人也过来凑热闹，腿上的疼痛也渐渐变得麻木，泪水模糊中，我深吸一口气。何一鸣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何一鸣不在意的笑。你哪里来的底气和我提分手？之前你没工作的时候，没有我养你，你早就流落街头了。你在家里干点家务活，就能开着我的车，住着我的房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何一鸣还穿着我早上熨过的衬衫。是啊，他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习惯了家里的整洁，习惯了我保姆一样的服务，只是厌倦了我。我突然感到从内而外的疲惫，做了这么多，就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男人，到底还是不值得。宋晓突然呻吟起来，一鸣，我是不是烫伤了？这里好难受，你等着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我的心脏一阵抽痛。我订了最早的飞机，提前去了总部公司报到。即将登机的时候，何一鸣还在不停地给我发消息。宋晓伤得很严重，你人呢？别胡闹了，赶紧来给他道个歉。即使我拉黑他的联系方式，将手机扔进垃圾桶，消息始终没有停止。飞机落地后，我第一眼就看见了杨姐。一见我，杨姐就过来帮我拿行李，打趣道：“几天不见，希月你真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比以前精神多了。”我无意识地拍拍脸：“真的吗？可不是，不信你照照镜子。”车窗倒映出我白里透红的脸，眼尾处也罕见地带了一丝笑意。细想也是，我有多久没好好停下来过呢？我忙着给何一鸣准备热气腾腾的午饭，忙着担心他的身体，忙着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就是为了向当初那个少年证明：你看，我配得上和你在一起，你选择我没有错。这样反反复复，我也忘了，在这个最好的年纪，我理应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。是啊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看着自己呢喃道。到了酒店放下行李，杨姐说还不急着上任，约我去外面一起逛逛街。我寻思好久没有出去走走，也同意下来。谁知玩到尽兴处，一个电话不合时宜地打了过来。何一鸣带着怒意的声音直接传来：“宋晓身上被烫伤了，你就这么离开了？谭希月，你现在就给我回来道歉。”我一阵恍惚，很久之前，何一鸣也是这么维护我的。那时经过何一鸣推荐，我来到了这家公司。也许是因为升职较快，总有人在背后说我是陪睡上位。这些黄谣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公司，不少同事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。何一鸣当即就报警了，把那些人送上了法庭。那时候何一鸣也是站在我面前，怒斥道：“希月被你们欺负成这样，别以为离开就可以了事了，你们都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。”只是他维护的对象换成了宋晓，针锋相对的人换成了我而已。夜风很凉，我冷声道：“宋晓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再清楚不过。何一鸣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”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杨姐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喘，好半晌才问：“希月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摇摇头。杨姐宽慰道：“是何一鸣吧？分了也好，不要难为自己。”杨姐说：“她老早就知道我和何一鸣在一起了，毕竟你看他的眼神，那种黏黏糊糊的劲儿，说不是情侣很难相信吧。当时我们还在热恋，我也满心欢喜的以为何一鸣会公开关系，可是面对同事的八卦，何一鸣只是嗤笑了一声：“你们小说看多了吧？谭希月只不过是普通同事罢了，他一心想要追我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”自此，办公室的同事都默认我是何一鸣的舔狗。我不在意地挽住他的手：“行了，咱们继续逛街吧，没必要为了这么一个人影响心情。”杨姐见我不在意，松了一口气：“你能这么豁达就太好了，毕竟都放下了，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？到时候受累的还不是我自己。”在外逛了一天，回到酒店，我浑身骨头就像是散架了一般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。
我钻进被窝，享受起难得的平静。刺耳的电话声响起，我以为是何一鸣，皱眉挂掉，但这人依旧不罢休，锲而不舍地打过来。第7遍的时候，我拿起手机，看着熟悉的备注，顿了几秒后接起：“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谭希月，真是反了你了！你把人烫伤，就一声不吭地跑出去了，一鸣的电话都打到我这边来了。我妈怒吼道，一句插话的机会也不给我。虽然我早就知道，以何一鸣的性子，他没等到我的道歉，绝对不会放弃，但他竟然捅到了我妈面前。等我妈一口气说完，我才冷淡道：“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我就挂了，我很累，没空陪你唠叨。”我妈急了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人怎么能忘恩负义？你忘记了，当初你没工作的时候，可是何一鸣在养你，你呀，可别辜负人家，一起过日子才是真道理。这些和何一鸣出轨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我一字一句道：“我和他已经分手了，也没什么关系了。”对方沉默片刻，像是吃了枪子儿一样：“分手了？谭希月，你怎么和我说话的？当初你倒贴何一鸣，吃的住的都跟着人家，全村人都知道。你现在和我说你分手了，你是想让我成为全村的笑料吗？”又是这些话，我闭着眼睛听我妈把那些事翻来覆去的说。我失业的时候处处碰壁，好几个月都住在旅店里。我妈是个好面子的人，知道以后破口大骂，我就说是个赔钱货，供你吃穿读书，到头来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赶紧回来嫁人算了，就差亲自到旅店把我绑回去。何一鸣当初和我妈保证，就算希月找不到工作，我也会养她一辈子，甚至把省吃俭用的钱留下来给我妈买了金条。因这事，我妈逢人就吹嘘，她找了个好女婿。我跟你说，你赶紧去给小何道个歉，甭管用什么方式，都给我把人哄回来。我笑了一声：“你是要我去和小三低头，那又怎么样？男人哪个不偷腥？你和何一鸣赶紧结婚，那些钱财不都是你的，还管什么小三？你说的这些绝无可能，不如你自己拉下老脸去和何一鸣结婚吧。”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，忘记关窗户，狂风袭来，桌上的纸张飞起，哗啦啦掉了一地。我麻木地起身收拾东西，怎么换了一个地方，我还是这么狼狈呢？上任第1天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去员工餐厅，刚打完饭，一个人就叫住了我：“学姐，你怎么也来这里上班？”我回头一看，落入一双小狗眼里。我意识到他是从前社团的学弟顾岩，当时因为同专业，我们聊得比较多。毕业季的时候，顾岩也对我告白过，只是那时候我和何一鸣已经在一起了，我们也就再也没联系过。对了，怎么没看到何一鸣学长陪你？你们不是在一个公司吗？顾岩虽然这么说，但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我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我们都分手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一说分手，顾岩眼里顿时一亮，像是小狗找到了主人。学姐加油，搞事业的女人是最美的。顾岩给我一个大拇指，以后我们就在一个部门了，还请学姐多多指教。你真是还是和从前一样，一点没变，似乎也被顾岩阳光的笑容感染。我也不禁扬起嘴角。话音刚落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我回头一看，就见何一鸣冷着脸走过来，攥住我的手腕，语气阴阳怪气：“我就说你怎么这么着急要和我分手，搞了半天是勾搭上这么个小鲜肉了。”餐厅里的人见状，纷纷移来好奇的目光。我冷静道：“何一鸣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接着死缠烂打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我拿起餐盘离开，不想继续招惹他。可何一鸣固执地跟在我后面，还在等一个解释。谭希月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有想过我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快要疯了，给你发了无数条消息，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甚至还找到了你丢掉的手机。何一鸣不甘心地上前一步：“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要和我分手，还在这里和别的男人约会？”我看着他猩红的双眼，
突然笑了一声：“何一鸣，你不过就是不甘心自己被甩了，才来我面前找存在感罢了。再者，出轨的人是你，我凭什么要回答你？”何一鸣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谭希月，我不是这个。顾言摆摆手，先一步说道：“我已经给公司的保安打了电话，他们马上就会上来。何先生，请自重。不少以前的同事给我发消息来说，何一鸣找人找得快疯了。何一鸣送宋晓去医院后，一回家没发现我的人影，慌得差点报警了。他找遍了许多地方，还是经理看不下去了，告诉他我已经被调到总部了。若是以前何一鸣这样对我，我早就心软了，什么也不说，默默地回到他身边。可是不爱后，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起来。当当当，学姐，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一抬头就是顾言灿烂的笑容，他左手拿着精致的小蛋糕，右手拿着芝士奶盖。学姐可别忘了吃早餐啊，小心到时候身体扛不住。我刚要拒绝，顾言就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手里，挥挥手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。旁边的杨姐也八卦地凑过来，挤眉弄眼：“希月，这个小弟弟对你可真好，你要不考虑一下？”我无奈地看着手里的早餐。顾言听说我分手后，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，只是我刚经历一段失败的感情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。杨姐却不认同，何必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座森林？又不是一定要谈恋爱，接触总归不是坏事。这几天和顾言接触下来，我也意外地发现很合拍。下班后，顾言奔到我身边，小狗眼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看在我给学姐带早餐的份上，今晚能有这个荣幸送你回家吗？我扑哧一笑，当然可以。我也知道顾言是在担心何一鸣会再来找茬，所以用这种别样的方式关心着我。顾言贴心地为我拉开车门，我的心像是灌了汽水，咕咚咕咚冒起气泡。回家后，手机铃声不适宜地响起，何一鸣好像喝了酒，声音阴哑难听：“希月，我找到了你丢下的戒指，你的房间我也收拾好了。”后面的话也听不清了，但何一鸣也没挂断电话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。那些东西啊。我看着窗下，顾言笑着和我挥手告别，声音也不自觉冷淡下来：“都没什么用了，你也扔掉吧。”何一鸣带着哭腔：“难道我们共同的回忆你也要忘记吗？没有必要。”何一鸣，你和宋晓好好过日子。啪的一声，电话突然挂断，夜很安静，安静的像是何一鸣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我如约来到餐厅，顾言早已到了，招呼着服务员点菜，桌上放着新鲜的玫瑰，远处的小提琴手拉着轻缓的歌曲，想必顾言对这次约会也花了不少心思。我佯装皱眉，整得这么花里胡哨干什么？这不是想让学姐开心吗？我花了这么大功夫，还不能得到一个奖励？我点点他额头，笑着哄他：“行了，今我也很开心。”顾言毛茸茸的脑袋在我手上蹭了蹭，砰的一声，餐厅的门突然被撞开。何一鸣双眼猩红，眼底是醒目的黑眼圈，西服也皱巴巴的，像是好几天没换过。谭希月，你真的和他在一起了吗？服务员吓得菜单都掉在了地上，瑟瑟发抖，生怕惹出什么事。顾言也站起身，恢复了平常严肃的样子，拉住我的手走出去：“咱们出去说。”何一鸣看见我们亲密的样子，眼底仿佛被刺了一下，黯然地低下头，走到餐厅外的花园里。何一鸣捧起手心的戒指，像捧起珍宝一样，神色哀戚：“希月，这是你那天扔进垃圾桶的，我翻了半天找出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做的这些也毫无意义。”“不可能！”何一鸣大吼道，“你明明很喜欢这个戒指的，当初我送给你，你就开心的不得了。”他一指旁边的顾言，冷笑道：“都是因为他，对不对？你忙着和他约会，连我的戒指都不要了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我难道说的不对吗？你一分手就来和别人搞暧昧，又何必来指责我？谭希月，你贱不贱啊？和我同居了这么多年，
早就被我玩烂了。你怎么还有脸舔别人？他知道你那些破事吗？顾言额头青筋暴起，手掌攥紧，不由分说的就给了何一鸣一拳。你给我闭嘴！何一鸣被一拳打翻在地，脸上顿时鲜血淋漓。好啊，谭希月，你可找了个好人来给你垫底。何一鸣一个箭步冲上来，两个人瞬间扭成一团，场面顿时混乱起来。但顾言对抗何一鸣的同时，不得不抽身保护身后的我。即使脸上挨了何一鸣几拳，他也没退后半步。围观的人们发现不对，立刻报警。顾言身上的伤比何一鸣重得多，再者，何一鸣先开始言语挑衅，很快他就被带到了警局里。我拿着药酒给顾言涂抹着伤口，恨铁不成钢，你怎么这么傻，直接就冲上去了？顾言满不在乎，眼里像成了星星。我要是躲开，学姐你怎么办？我脸一红，躲开他的注视。就你会说话？从药房出来，迎面碰上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妈迎面走来，死命攥住我的手臂，嘴里念叨着：走走走，非要到这个鬼地方来，快去陪我去和小何道个歉。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男朋友，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？老太太力气大得很，我拼命挣扎也无法逃脱。喂，阿姨，您可有所不知，何一鸣都被请进去喝茶了。顾言强势地搂住我的肩膀，似笑非笑地挡在我面前。你这小伙子不要乱说，小何挺优秀艺人，现在指不定坐办公室处理着上亿的订单呢。我妈啐道：小何可是我女婿，他什么样我还不清楚，这可是真的。何一鸣现在还蹲着呢，时间还不算太晚，您今天还可以去探望探望。顾言耸耸肩，一脸确信。老太太将信将疑地被他带到警局，然后我就看到了如下一幕：何一鸣待了几天，胡子乱糟糟的，我妈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往外跑。顾言还好笑地加了一句：阿姨您有所不知，这要是进去了，可是一辈子的案底，甩也甩不掉的。听到这话，别说和何一鸣道歉了，我妈恨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城市，更别说拉着我和何一鸣复合。我忙不迭给顾言竖起一个大拇指，还得是你。我妈最好面子，要是自己的女婿有案底，她指不定成为村子里的笑话，这不就好了？你也摆脱你妈的控制了。顾言低下头，认真地看我：希月，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所以不要怕，大胆往前走吧。我愣住，似乎是从没见到过顾言这个样子，只觉得眼睛酸酸涩涩的。何一鸣不久后就被放了出来，那时候我和顾言刚刚领完证，牵着手在民政局旁边的公园散步。刺眼的阳光下，何一鸣紧紧盯着我们紧握的手。谭希月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？他低着头，我还记得，你抱着我说我这里是你永远的家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那时候的我被我妈压迫，成绩要是第一，功课要做到最好，所以我没有时间交朋友，只能机械地重复那些无聊的事。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日渐孤僻，成了班级里那个冷漠的怪胎。何一鸣就是这个时候来到我身边的，他给了我足够的爱，足够的包容，所以当我陷进那个温暖的怀抱时，我是真的想和他在一起，和他有一个家，然后牵着手，风雨度此生。只是时光荏苒，何一鸣喜欢上了别的女孩，我们也走散了，我只能垂着眼笑。何一鸣，你背叛了当初那个做出承诺的自己，更背叛了我们曾经的感情，现在说这些，为时已晚了。顾言捏了捏我的手指，我们相视一笑，绕过何一鸣，走向更灿烂的天空。他从刚开始就傻笑个不停，看见我的目光才不好意思的咳几声。今天可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要去吃顿好吃的吗？今天阳光明媚，公园也是热闹得很。顾言拖着我走向人声鼎沸中，我也一点点感到温暖。好啊，我还要去上次那家，随便你，你喜欢就好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。每周都会为大家带来新的精彩内容，不容错过。同时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感受，
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故事的更新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